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，这条是一位前科技主管因操纵 Getty Images 股价的计划而被判欺诈罪名成立，他通过虚假收购邀约抬高股价，随后出售其股份获利。下面这条，波音亲属施压要求对2起空难中丧生的乘客提起刑事诉讼，但司法部未作出承诺。司法部确定波音违反和解条款，避免因欺骗监管机构而被起诉。7月7日前，检方将宣布该公司是否面临制裁。下面这条，特斯拉股东指控 CEO 埃隆·马斯克在2022年年末抛售价值超过75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时存在内幕交易，并在令人失望的生产和交付数据公布前抛售股票，从而为马斯克带来了约30亿美元的内幕交易收益。下一条，巴西航空公司高尔宣布，爱德华多·戈迪拉当选为新任首席财务官，并公布4月份的初步业绩，包括45亿美元的净债务，这是该航空公司持续破产程序的一部分。接下来这条 ，Live Nation 正在调查 Ticketmaster 的数据泄露事件，该事件可能导致5亿多用户数据泄露。目前 ，Live Nation 正在与法医调查人员合作，调查第三方云数据库中发现的未经授权活动。下面这条，拜登否决了国会废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加密货币指南的议案，该指南被加密货币行业指责阻碍了其与银行合作的能力。下一条，5月中国新房价格小幅上涨，受政府支持措施推动。下面这条，印度成为亚洲 IPO 最热门的市场，随着选举临近，大批交易蓄势待发，已创下纪录，因为投资者寻求挖掘该地区第3大经济体的快速增长。让我们关注Hugging Face 平台检测到未经授权访问，导致 Spaces 机密访问受保护资源的私钥可能被第三方获取，已撤销部分令牌，并建议用户更新令牌和访问权限。相关调查和安全措施正在进行中。下面这条，墨西哥选举首位女总统，但线上充斥着虚假和性别歧视言论，混淆事实与虚构。2名女性候选人遭受了针对其外貌、资历和领导能力的贬低攻击。接下来这条，微软接近达成一项数百万欧元的协议，以让亚马逊支持的云游说团放弃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反垄断投诉。下面这条，美联航飞行员协会因合同谈判破裂，要求员工为罢工做准备。协会称，双方在经济问题和日程安排上存在分歧。美国航空公司对此未立即回应。美国议员敦促负责谈判的国家调解委员会采取措施，帮助约8万名空乘人员达成合同。接下来，2022年美国经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。2023年1月，社会保障受益人获得 8.7% 的生活费用调整 COLA， 是自1980年代初以来最大增幅。尽管如此，许多退休人员仍面临困境。2024年退休信心调查显示，超过1/4的退休人员对退休后舒适生活的信心不足，通胀是最常见的原因。此外，超过1半的受访退休人员表示担心需要大幅削减开支以应对价格上涨。接下来，股票拆分复苏是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市场趋势。公司通常在经历多年持续强劲的业务和财务业绩后进行拆分，这已使股价飞涨。虽然股票拆分不会改变公司的内在价值，但它确实使员工和公众更容易负担得起股票，这就是公司经常引用的拆分背后的主要原因。不过，投资者应该关注导致股票拆分背后的强劲基本面，因为稳定的强劲业务业绩是持有股票的最佳理由。因此，最近宣布或已实施股票拆分的公司是未来获利的沃土。我们来看看2家适合选择的公司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美国司法部指控2名爱沙尼亚男子通过加密货币挖矿骗局骗取投资者 5.75 亿美元。他们声称提供虚拟货币挖矿权，但实际上依赖虚假发票和制造的文件，其挖矿容量不到告知客户的 1%。这笔资金被用于购买房地产、豪车和奢侈品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